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期内容一定要认真听，最好做好记录，因为它不仅能帮你摆脱日常腹胀、频繁排气的尴尬困扰，还能从根源上理顺身体里紊乱的气机，让你彻底告别肠胃不适。今天我们重点聊的就是很多人都深受其扰的腹胀、排气过多问题。绝大多数人遇到肚子胀、总放屁，第一反应就是自己消化不良，要么是前一天吃太多，要么是肠胃负担过重，于是赶紧去药店买益生菌、健胃消食片，觉得吃几天就能好转。大家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做法？去医院检查，西医通常会诊断为肠胃蠕动功能减弱、肠道菌群失衡，然后开具促消化药物，或是建议多饮用酸奶，补充益生菌，可实际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。服药期间症状稍有缓解，一旦停药，或是遇到工作压力大，被领导批评，情绪焦虑上火，腹部就会迅速胀起，像充满气的气球一样紧绷，肠道内不停咕噜作响，想排气却排不顺畅，即便排出来，气味也异常难闻，在公共场合或办公环境中让人窘迫又难受。这根本不是简单的消化不良，而是典型的气滞问题。很多人把气滞和单纯胀气混淆，其实两者有着本质区别。中医看待人体从来不是割裂的器官组合，而是一个完整协调的循环系统，就像城市的交通网络，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。我们吃进去的水谷食物，先由胃来收纳腐熟，胃如同一个加热的大锅，负责初步处理食物，脾则承担运化职责，相当于锅下的火源和运输气血的载体，把食物转化为营养物质，输送到全身各个部位。这个过程想要顺利完成，核心依靠体内的气来推动。气是维持生命活动、促进血液循环、助力食物消化的核心动力。当腹部胀满、气体淤积时，说明气的运行受阻，交通网络彻底瘫痪，食物无法被正常运化，长时间停留在肠胃中，在温热环境下异常发酵，产生大量浊气，就像夏天密封的垃圾桶。剩饭剩菜暴晒后会膨胀发臭，肠胃里的食物发酵后就会形成多余的气体和秽浊之气，引发腹胀和难闻的排气。那么气为何会停滞不通？根源还要从中医五行深刻的理论说起。大家一定要记住，腹胀的根本问题往往不在脾胃，而在于肝脏。《黄帝内经》中明确记载，肝属木，主疏泄；脾胃属土，主运化。五行之中，木克土，肝的疏泄功能正常，才能保证脾胃运化顺畅。肝就像身体里的交通指挥员，负责疏导全身气机，让清气上升，浊气下降，维持气血运行通畅。当人心情愉悦、没有压力时，肝功能正常，气机疏导有序，脾胃就能安心消化食物。可现代人生活压力巨大，为房贷车贷奔波，在工作中承受上级施压，生活中还经常压抑情绪，生闷气，长期的愤怒、焦虑、抑郁会直接导致肝气郁结。肝气一旦郁结，就像交通指挥员，消极怠工，甚至扰乱秩序。这就是中医所说的木旺成土，肝气犯胃，肝脾不和。仔细观察身边的人，很多人一生气就食欲不振，或是情绪激动后立刻胃痛腹胀，这就是肝气过盛，克制脾土，导致脾胃功能失常，无法正常运化食物。更严重的是，郁结的肝气无法下行，反而在中焦横冲直撞，和食物发酵产生的浊气交织在一起，堵塞在胸口到肚脐的中焦区域，导致上下气机不通，腹部胀满难忍。由此可见，只吃消食片只能缓解表面症状，即便暂时消化了肠胃里的食物，肝气郁结的问题没有解决，只要再次受到情绪刺激，腹胀就会立刻复发。治病必求于本，想要彻底解决问题，就要疏通郁结的肝气，让气机调达，脾胃功能才能恢复正常。很多人觉得调理身体必须依赖药物，其实中医最实用的方法就在我们自己身上。
人体的经络穴位就是天然的药库，找准关键穴位按揉，就能疏通堵塞的气机，快速缓解腹胀。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4个核心穴位，不花1分钱，坚持每天按揉，就能有效化解气滞腹胀。首先要调理脾胃核心，缓解胃部胀满，首选中脘穴。中脘穴是胃的募穴，也是腹部精气汇聚的附会穴。胃、大肠、小肠、胆、膀胱、三焦的精气都在此汇集，是调理中焦的关键穴位。它的位置很好找，在人体前正中线上，肚脐正上方4寸处。用自己的手指测量，4指并拢宽度约3寸，再加一根大拇指宽度就是4寸，也就是胸骨下端和肚脐连线的中点。按揉时不要用力揉搓，先把双手搓热，用掌根或中指指腹贴在穴位上，顺时针缓慢深沉按揉。顺时针方向顺应肠道蠕动和气机下降的规律，属于顺气泄浊的手法。按揉过程中可能会感觉到腹部有硬结或气泡滚动，这是气机被推动的好现象。持续按揉到穴位局部发热，有暖流向下传导，甚至出现打嗝、排气，就说明气机通畅，腹胀开始缓解。解决胃部气机问题后，还要清理肠道浊气，改善肠道传导功能，这就需要用到天枢穴。天枢穴是大肠的募穴，是调节气机升降的重要枢纽，位于肚脐左右两侧2寸处，3指并拢的宽度就是2寸，左右各有一个。这个穴位专门调理大肠功能，针对腹胀、排气多，同时伴随便秘、大便溏稀、黏腻冲不干净等问题，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。这些症状都是大肠传导失常、湿热或寒湿淤积导致的。每天平躺时，用双手中间3指同时按压两侧天枢穴，按压到酸胀感明显后，做环形按揉，能有效激活肠道蠕动，像给肠道装上动力马达，推动浊气和宿便排出体外。中脘穴和天枢穴属于局部取穴，直接针对腹部病灶，能快速缓解腹部紧绷胀满，腾出腹部空间，让身体先感受到轻松。但只调理腹部穴位远远不够，腹胀的根源在肝气郁结，就像水管漏水，只接水不关吊水龙头，永远无法解决问题。所以必须疏肝理气，从根源上解决问题。这时候就要用到脚上的太冲穴。太冲穴是肝经原穴，是肝经气血最旺盛的穴位，能直接反映肝脏状态，也是泻肝火、解肝郁的核心穴位。它在脚背上，大脚趾和2脚趾之间的骨缝向上推，推到凹陷处就是太冲穴。中医讲究上病下治，腹胀问题通过脚部穴位调理，能从根源疏通气机。平时脾气大、爱生闷气的人，按揉太冲穴会有明显痛感，这就是气血淤积不通的表现。按揉时用大拇指从太冲穴沿骨缝向脚趾方向推按，引导气机下行，把肝经的郁气和火气宣泄出去。每天晚上泡脚时，左右脚各推按数100下，直到穴位痛感消失，局部发热，就能明显感觉到胸闷腹胀缓解。这是因为肝气疏通，脾胃不再受克制，恢复正常运化功能，这才是治本之法。除了以上3个穴位，还有一个调理脾胃的万能穴——足三里。民间常说肚腹3里流，意思是所有腹部肠胃问题都可以通过足三里调理。它是胃经合穴，气血充盈，位置在小腿前外侧，外膝眼直下3寸，4指宽度，胫骨前缘1横指处。足三里不仅能缓解胃胀、胃痛、腹泻、便秘，还能补益脾胃，增强体质，相当于给脾胃补充能量。疏通肝气，清理腹部浊气后，按揉或艾灸足三里，能持续提升脾胃运化能力，让脾胃更加强健。即便偶尔饮食过量、情绪波动，也能正常运转，不会轻易出现气滞腹胀。讲完穴位调理，再给大家分享中医常用的理气食材和药材，帮助大家日常辅助调理。
很多人腹胀时喜欢喝萝卜汤通气，萝卜虽能下气，但性质寒凉，脾胃虚寒的人食用后反而会腹泻伤脾，一定要根据体质选择。中医调理气滞腹胀有3味常用药材，原理简单实用。第一味是厚朴，《神农本草经》记载，厚朴能宽胸下气，消除脾满，针对胸口到腹部的胀满堵塞感有很强的疏导作用。它的辛香之气能快速推动肠胃浊气下行。张仲景的经典方剂中调理腹胀、大便不通的方子都离不开厚朴，是疏导气机的核心药材。第二味是枳实，是酸橙等柑橘类的未成熟柚果，具有极强的破气消积、沉降之力。厚朴像推土机疏导浊气，枳实则像重锤，能打散肠胃中积实、浊气凝结的硬块，针对积食胀气、大便干结堵塞有很好的化解作用。第3味是陈皮，也就是经过陈化的橘子皮，新鲜橘皮无法替代，只有经过多年陈化、3蒸3晒泡制的陈皮，才能理气健脾、燥湿化痰。很多人腹胀不仅是气滞，还伴随脾虚、湿气重，肠胃水湿粘滞阻碍气机。陈皮能温和梳理脾胃气机，驱除体内湿气，性质平和，适合日常调理。日常轻微腹胀、受凉胀气时，可以煮生姜、陈皮水饮用。生姜辛温散寒，驱散胃部寒气；陈皮理气化湿，两者搭配温热饮用，能快速缓解寒湿气滞引起的腹胀。但要提醒大家，穴位按揉和食材调理都是身体的纠偏方法，真正的养生在于日常的情绪、饮食和起居管理。《黄帝内经·上古天真论》中说，恬淡虚无，真气从之，精神内守，病安从来。这是中医养生的最高境界。现代人腹胀频发，首要原因就是情绪失调。生气、焦虑、郁闷时，人体血液集中在四肢和大脑，肠胃供血不足，肝气横逆克制脾胃。此时进食，再好的食物也无法消化，反而变成浊气和宿便。所以一定要记住，怒不进食，情绪不加食，宁可暂时不吃饭，外出散步，按揉太冲穴，等心情平复后再进食。吃饭时专心致志，不教训家人，不想工作烦心事，细嚼慢咽，才能让脾胃正常运化。第二个重要原因就是贪凉饮冷。很多人常年喝冰水、冰奶茶、冰咖啡，胃部需要37摄氏度左右的温热环境才能腐熟食物。冰冷饮品会直接熄灭脾胃阳气，导致血管收缩、经络凝滞，气机无法运行，肠胃痉挛，食物淤积，形成寒湿困脾。腹部常年冰凉，稍进食就腹胀。想要远离腹胀，必须戒掉所有生冷食物。夏季阳气浮于体表，肠胃内部更虚寒，更要多喝温水，吃温热食物，守护中焦阳气。另外，大家要正确看待排气。排气是身体排出浊气的正常现象，可怕的不是排气多，而是排气不畅，气味异常。如果排气无明显异味，只是量多，多是脾胃虚寒，气机不畅。如果排气臭如败卵，伴随口臭，大便酸腐，就是积食化热，食物在体内腐败。这种情况千万不要盲目服用人参、黄芪等补药，会加重腹胀，属于虚不受补，实证忌补。一定要先按揉穴位，疏通浊气，清理积食，再进行调理。讲到这里，相信大家对腹胀、排气都有了全新的认识。它不是孤立的消化不良，而是情绪的晴雨表，经络通畅的指示灯，五行平衡的警报器。中医的整体思维就是让我们透过症状看根源，不用盲目吃药，用双手调理身体，用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健康，大道至简。中医的智慧就藏在日常细节里。今天分享的穴位方法，大家听完一定要立刻实践。晚上洗完澡，躺在床上，先搓热双手，放松心情，推按太冲穴宣泄肝火，再顺时针按揉中脘穴疏导胃气，接着按揉天枢穴清理肠道，最后按揉足三里强健脾胃。坚持1周，就能明显感觉到腹部松软通畅，
不再胀满中焦气机通畅，气血运行无阻。不仅腹胀消失，睡眠质量会提升，面色变得红润，整个人精神状态都会焕然一新。中医并不神秘，它遵循的是人体和自然的规律，顺应规律就能健康平安，违背规律就会收到身体的警告。腹胀就是最常见的警告信号。希望大家都能做自己身体的主人，把中医养生智慧运用到生活中，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赶紧动手实践，感受中医调理的魅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